投资海外房产，哪个国家更有性价比？今天我们来对比日本和泰国。首先，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，这是日本大阪、泰国普吉岛房价、持有成本、租金回报率的对比数据。看完这个表格，我相信你已经有了大致的概念。接下来，我们来一项项了解一下。首先，我们来说日本，在日本持有房产，每年必须缴纳2种地方税，一个是固定资产税，一个是城市规划税。在日本，房租收入也是需要缴税的，税率从5%到45%不等。最后一个就是房屋转让税，卖房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有盈利，5年以内税率是39%，5年以上税率是20%。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泰国，泰国并没有加入 CRS， 房产登记税从1%到3.1%。另外，泰国具有高额的免税额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泰国的这个买卖房产的税率非常有优势，5年以内是4.3%，5年以上是0.5%。坐在我旁边的是来自报道台湾资深的海外房产分析师 Ash。Hello， 各位天哥的粉丝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Ash。其实刚刚我有对比泰国和日本关于房产税相关的一些政策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邀请 Ash 从房价、投资回报率以及长期居住的签证问题等方面给大家来分析一下。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日本房价的一个部分啊。日本房价从今年2025年在东京都平均每平米是落在100万日币。那这5年的一个涨幅平均落在每年5%的一个涨幅左右。那在泰国这边，尤其在普吉岛，我们从疫情解封之后，平均每年涨幅是落在10.7%。那主要也是受益许多欧美客户跟一些亚洲客户的一个资金入驻。那尤其我们现在目前所在的地区是在普吉岛的一个邦涛地区。那尤其我们现在身处于整个邦涛里面最精华的地带，是拉古纳的一个度假村，它也是裕隆集团它一个重点开发的一个地区。那在这整个拉古纳，它将近有40年的一个历史。它这边的一个房产，它从公寓一路到 villa， 那价位从800万泰铢一路到上亿以上的泰铢的价位都可以让客户去做选择。所以其实像我有很多一些客户会挑选这边，主要是在于就是说，它除了说可以依照客户的需求，我们挑选适合你的房型。过去我们买房可能我单纯只是买这栋房子本身，但是在整个 Laguna 裕隆集团的这个度假村，我除了是买房子之外，我还要买整个周遭的一个配套，高尔夫球场、沙滩，还有比如说它的一个西湖，这些都是我在过往，比如说我在日本，甚至在香港、台湾，这是买不到的。另外，在房租回报率的一个部分啊，日本大阪、东京其实跟像香港、新加坡、台湾回报率都是落在2到3%左右，因为毕竟相对市场相对饱和。那在普吉这个地区，它是偏一个旅游度假胜地，那它的一个年租金回报是落在7到9%。那其实像我自己的客户，他在买在拉古纳的路口这边，扣掉所有的管理费、成本以及所有的税金，我们实际到手的一个回报率来到8.5%。另外，我们在讨论到签证的一个部分啊，在日本我要取得永住，我需要在日本常住5到10年的一个时间，然后才可以去申请它的一个永住。那除此之外，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拿到这个长期签证吗？当然也是有，像我自己的一个客户，他是选择以投资移民的方式，但是这个投资移民它的门槛相对偏高，你必须要先在日本，可能我要投入某个产业不小的一个资金，我才有办法缩短这个年限。但是缩短这个年限还是要依照日本政府的一个法规规定，所以它不一定说我可以提早申请，但是是有机会，只是说它相对门槛偏高。那泰国呢？泰国的部分其实它最大好处就是说，泰国它有各式各样的签证，除了说像是养老签，还有现在的一个 DTV 的一个短期签证，还有一个10年期长期签证跟精英签证。尤其这样在裕隆庄这边成为它的业主，它是有提供5到10年的一个精英签证给客户做使用。尤其像是在泰国取得精英签的部分啊，正常我今天去跟泰国政府取得精英签证，以5年精英签证的部分是需要90万泰铢，10年的部分是需要到150万泰铢，而这个部分在裕隆庄这边，它的业主免费提供给您。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谢谢阿石老师。